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林27岁，来自广东，是一名微商；女嘉宾小陈22岁，同样来自广东，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女生好高啊，你有多高啊？175。你多高啊？182。今天谁要来啊？是我。为什么？他总是不去在乎我的感受，不去猜我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特别委屈。行吧，说你的委屈吧。什么事儿你让他猜，他没猜出来？就好像最近的吧，3月8号那天嘛，我上午去上班，下午的话女性就放假嘛。然后那一天的话，他本来就是约好了下午跟朋友出去玩。我想，如果我跟他说我下午放假的话，那他就应该就主动说带我一起去他朋友那里嘛。当时是这样嘛，本来我是先说好先去找朋友那里，因为我找朋友那边我们玩游戏，然后他也不喜欢玩游戏，我就觉得带着他去的话他应该会很无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留在家里面陪你，要不你就陪我一起去，我给他2个选择嘛当时，然后他的话就已经是不高兴了。我就想他直接就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朋友那里吧，你陪着我玩吧这样子，因为他以前就说想要我陪着他嘛。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要不然我在家里陪你，要不然你陪我去玩游戏。可是当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你当时候说，要不我在家陪你吧，可是我们在家有什么干的呢？我们都没事可干，要不你就跟我去我朋友那里，可是你又在那里很无聊啊，你一个人在那里发呆又不好啊。他就是2个选择都给我拒绝了，他心里面就好像根本就不想这是你这么感受的是吧？对。OK， 好，就是男生开了2个选择项，看起来是选择，但是在女生那儿是你都拒绝了我这件事儿，我们挂起来。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在电影院的那一次，他也是这样子，就是当时的话，我们就去看电影嘛，就是去换票。当时呢，我工作上面有点事，我就拿着手机在发微信回客户一点信息嘛，他就搞不定那个电影票的事，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才是下午5点，然后我们本来就是打算下午5点马上看完就可以回家吃东西啊，然后休息第2天上班的嘛。结果呢，我去到那里，然后他跟售票员说要8点左右的票，结果我拿了票之后才发现那是8点50的票，那已经是很晚了呀。因为当时比较多人，他要我们分开坐，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不想要那样的，所以呢我就叫他回来一起，因为最早一场有2个人的座位呢就已经是8点50分，可能我当时也没有说清楚是8点50分。可是你当时候明明看到我在工作，我在忙，我一心二用，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太过细心的看那个电影票的事情，那你当时候你知道那个时间，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因为我也叫你来了，我以为你会去看嘛，然后后面你又不说话，我们最后电影又没看成，就这样就走了回家，那搞到很不愉快。那我这个事先不说，在超市的那一次你也是这么老是生我的气。你超市怎么了？你说说我看有多大的天大的事儿啊？其实没什么事的，我就是因为他说要监督我买东西嘛，这样子的话我就买每样东西。监督你买东西是什么？对，他就是不想让我买那么多，然后我拿每样东西我都要问了他嘛，我就拿了那个麦片，然后问多了他几次，因为其实我不想吃，但是他不想我买这么多，我也想着如果买那个麦片的话就可以其他东西就不买了嘛。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要不买这个吧，但是我又在考虑，然后我问多了他几次，他就烦了，他就直接生我的气了。没有，我们当时的话，我们去到那边，他说买那个燕麦吃的话，他会吃到很想吐。那我就想，如果你吃到想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他还重复问了我好几遍，我想买，我想买，那我就有点烦躁吧。我就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你自己决定吧。然后他就生气。你当时不是这么说，你说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那本来我就是在考虑嘛，我才问你的呀，你怎么就那么的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请问一下，你吃燕麦会吐，你为什么非要买燕麦啊？因为就他是需要猜的，就是他监督我买东西，他嫌我买的花样太多了，
所以在我的脑海里就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不是嫌我买的多吗？那我就买一样能吃饱就行了。那我就买面包呢？不是，那我买面包要买好多种口味啊。所以买燕麦片，他觉得能，这是表面化的意思嘛。其实核心的意思就是，我不能买一样吃的，我要买好多吃的。你为什么老让我买一样的吃的嘛？三哥，你真的好懂。是不是这意思？不是懂女人。就是有些人说话就是这么个德行，你知道吧？这叫矫情，你知道吧？我一直说听比说重要，你就听嘛，他想干嘛嘛？我理解的对吗？差不多都对。你也知道，其实他就是嫌烦，因为他有个前提是他嫌我买的多，他监督我。这已经带着情绪了吗？接着说，我听听还有什么。就还有就是那个度假嘛，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在一起没多久，我跟他那些朋友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就说到时候约上我的朋友，然后我跟你一起去那个度假屋里面玩吧。当时我就觉得你那些朋友我全都不认识，全都没见过，还要我跟他们过夜，我跟他们怎么玩啊？我跟他们都不熟，完全都没有共同的兴趣嘛。开始的话我就是委婉的拒绝他，可不可以不去啊？我这样问他，然后呢，他就一直逼我，一直说你去吧，你喜欢我就反正就跟我去吧，陪我去吧，你陪我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都说不通他，我就直接说我不喜欢那样，我不喜欢跟太多陌生人在一起待在一起玩那么久。然后他就直接生了我的气。因为当时的话呢，他可能委婉拒绝我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他意思，我就问多几次，因为我比较笨嘛，那我真的不懂，那我就问太多，可能这样就把他问烦了。根本就不是笨，你就是故意，能听不懂吗？这拒绝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去 ，OK 了。而且我后来我也直接说我不想那么干，可是你还是继续逼我呀。但是我们后面也没有去成，不是吗？可是你就生气了呀。这样、那后面也不是解决了吗？没解决。我提个建议行吗？就我很恍惚哈，你现在所有的描述基本上跟我那4岁半的闺女描述是一样的。爸爸，你吃这个东西吧？爸爸真的不吃。爸爸，你吃吗？爸比，我说真的不吃。后来我明白了，爸比，你吃这个东西吧？我直接反应是，宝贝儿，你要想吃你就吃吧。OK， 所以我说，如果你还就这些事儿矫情，就不要浪费这么宝贵的资源了。咱说点其他的事儿啊，跟这不一样的啊。就是他跟一个异性朋友特别好，一直都跟那个女的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差不多天天都在聊。然后呢，我问那个女生她没有男朋友吗？干嘛经常找你呀？她就说她有男朋友，但是就是分手什么闹别扭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你们之间那么多朋友，她怎么偏找你呀？反正她又说不清。然后有一次就是那个元旦嘛，然后不是过节嘛，然后他就是专程从家里到我学校来找我陪我过节嘛。结果我们本来很开心的，他还是在那里跟那个女的聊天，聊了一晚上。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朋友呢是我比较熟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刚分手的时候就老是找我聊他一些就是分手后的一些感觉之类的事吧，我就觉得很正常，很没问题啊。但是后面他特别在意这个人，那他也把他给删了。删了是不久之前的事，之前你也因为他生了我好多次气，每次我说到他你就跟我生气。删没删？删了。现在还私底下联系吗？我不知道。重点其实不在于删没删，而是他还有没有联系。可是他们就是那个女的，就是之前就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找他出去喝酒啊、唱 K 啊什么的，就经常都找他去。然后有一次我陪他一起去的嘛，那时候整个场里面也有好多人，然后那个女的就盯着他，就找他喝酒，就找他玩。那我跟他比较熟的话，他找我玩，我觉得很正常。不是的，他自己说什么就是跟别人在一起谈感情的时候就会跟异性保持距离嘛，那你跟其他人都保持距离，你怎么跟他就走得特别近呢？我现在已经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就从删了以后就没有联系过了。那是我把他删了之后你才这样，如果我没把他删的话，你还是跟他很好啊。好吧，这个事儿就是反问一句，你女朋友有这么一个男人，你愿意他这么干吗？其实也有过类似的事的。那就难怪了。但是这样的嘛，我有一次跟他逛街，就在他一个朋友的
上班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地方嘛。啊。然后我们当时就一起逛街的时候买了一些礼物，拿过去给他这个所谓的弟弟，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一边，完全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走的时候也是当作不认识我，那我就觉得很尴尬。那个弟弟是我朋友的一个弟弟嘛，啊，我是觉得自己比他大，然后我就觉得应该照顾他什么的。当时的话，我跟他才在一起没多久，好像1个月都不到。那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稳定啊，而且那个弟弟因为我已经认识他1年多了嘛，然后他也知道我以前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如果我太快就把一个还不稳定的关系告诉他的话，到时候又有什么问题的话，别人就觉得我怎么这么随便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不想介绍我认识的话，你可以不要让我去吧，那样我真的觉得很没意思。觉得那我现在也公开了呀，现在全部认识的我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啊。可是那个人的照片你还留着，到现在我都很介意这一件事。那我跟他一起做活动，一起拍的照片，我发朋友圈，那是对他的尊重。我突然把他删了，别人以为我跟他有什么矛盾，有什么误会了。但是你也经常把我删了。那是因为你跟我吵架，你也不哄我，我说分手你也不理我。哎，你是常说分手吗？他气了我就说分手。哦，说分手。一般他说分手，你现在是习以为常了，还是你真的会很难受？其实一开始我是很难受的。啊，你难受。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那我就过一会再哄他。哦，你根本就没有哄过啊。你一开始难受你会怎么做呀？一直问他，一直跟他说话。没有，我只要生气，然后我说分手，他就说他要去喝酒，然后呢他就不理我，把我晾在一边。有一次我跟他说分手，跟他吵架，然后他还把我的那些话的截图发给那个女的，那个女的还直接回他说这样的女人不如不要了。而且还有一次嘛，也是刚吵完架，当天晚上的话，我已经把他哄回来了。你把他哄回来了？对，差不多每次都是我先主动哄的他，结果他就是说要去跟朋友去喝酒，要去发泄，然后我就说你喝酒可以，但是你别喝多，他就不听，他就说我开心我就要喝，我就要喝醉什么的。然后喝了吗？喝了，然后喝醉了，然后跟我在那里风言风语的跟我说，就是在微信上面说。后来呢，我就说你再这么下去，我就不要再跟你在一起了。你这样子我没办法正常的跟你沟通。然后呢，他当时就被我这句话给气着了，他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要去跳江。然后他就跑到那江边上面去。蹲在那里要跳下去，他朋友把他拽着，他才没跳的。但是后面我为这件事已经给他道过歉，也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事。行，你们恋爱多久啊？1年多。今天是谁想分手，还是说不分手？我们只是讨论一下应该怎么办。我想。你想分手，你不愿意分。对。你分手的理由就是他不懂你，是吧？他还特别幼稚，脾气有时候也比我大啊。就是来天津那天的早上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招惹他了。反正那天呢，就是有那个药水嘛，就是那个玻璃瓶装的药水。然后呢，上飞机放在行李箱的话，我怕会被摔坏嘛，我就说要不你这个放在书包里面吧。他就火了，他就立马在那里哄我。没有，因为当时我的那个箱子也比较空，然后我背包背的东西比较多嘛，那我就想我这个放进去也不会烂呐。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说放在那里可能就会坏了，那你就在那里哄了，直接就发脾气了。但是到最后也不还没坏吗？我只是提醒你啊，你有必要就那样就生气吗？就发我。再问一句啊，这个当时谁追谁啊？我追他。他追你的时候，他听得懂你的话吗？他刚开始的时候很体贴很细心的。哦，什么时候开始不体贴不细心了？就2、3个月之后。就你们在一起之后他就不细心了是吧？对。明白了。好了，女生说要分，你真想分吗？我要考虑。你看就是嗨，行了。所以嘛，你就说这个男生是真不懂，还是有别的想法，咱也不清楚啊。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有一个案例很好玩，说那个老公啊，经常特别晚回家，每天都加班，特别晚回家。然后呢，那个老婆就跟他说，老公，你这样不行，我们家都要散了，你以后必须不准加班。
那个老公想了想说，哎呀，这老婆说加都要散了，那我就不加班了吧。好，答应你不加班了。老公果然不加班了，结果他办了一张高尔夫球卡，每天下班之后去打高尔夫球，依旧不回家。为什么？因为老婆没有把需求告诉他，他的需求是老公你以后能不能早点回家来陪我，而不是你不要加班。我刚才说那段听懂吗？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让人猜你要什么，你要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你让人来猜你的需求，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暴力沟通了。第二个我可以告诉你，懂你和爱你是不同的。为什么？如果懂你和爱你是相同的话，那心理医生是最爱你的人。我跟你聊15分钟，我一定很懂你。我爱你吗？我肯定不爱你，对吗？当然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人懂你的话，他肯定是要花心思嘛，但是你要的是他有一个懂你的动作，说明他愿意对你花心思，对吗？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人哪怕不懂你，不妨碍他爱你的。为什么3个月之后，他现在开始越来越不懂你，或者说他明明懂你，但是他不愿意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很简单。你在这3个月里面让他尝试了一种叫单向情绪溢出，就你永远是一个发泄或斥责或者说我要生气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一直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在默默承受。你觉得这个状态是可以承受一辈子的吗？不是的。单向情绪溢出就是被单向情绪溢出那个有一个阀值，到了这个阀值之后它会爆炸。他现在就已经到这个阀值了，所以他现在试图他也慢慢把情绪往你倾泻，所以才会有你们吵架，所以才会有他越来越对你发火越来越多，吼你越来越多。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在恋爱关系中2个人是平等的，你可以对他发火，他当然也可以对你发火，好吗？好，谢谢陆琪老师啊。首先呢，我只想先问男生一个问题，这是今天整场我特别介意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把你们吵架的对话传给一个异性看？跟他诉苦嘛，所以就把这些对话发给他。好，发给他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就让他帮我分析他是对我怎么样，然后也有诉苦，大概就这样。你把你们之间吵架的对话传给另外一个女性朋友，这个绝对是讨抱抱或者是要人家安慰你的意思，这个做法摆明了就是一种暧昧行为。我知道，我知道错。是的，但是你并不是一个真正不懂女孩心的男人。很显然你追她的时候你是懂的，只是后来你不想懂了，你没有心思懂了，你懒得懂了，或者是呢反正被骂多了，我就特别不想懂。唉，我也说个故事吧。怎么了？因为这就是你伤心的地方。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让你不要那么伤心。从前有一个人叫寇乃馨，他碰到了一个人叫黄国伦，他觉得这个男的特别懂他，一句话就能说到他的心，所以虽然他长得既不高又不帅，但是呢这个男的还是呢一举就虏获了芳心。于是寇乃馨就嫁给了黄国伦，因为他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懂我。但是结婚之后他就发现呢，这个当初以懂我呢为傲而能够得到我的心的男人，为啥越来越不懂我了呢？有的时候呢明明能懂的事，但他还是在下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过错。你说我气不气？因为对我来说，我们能够在一起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因为你懂我，如果你不懂我，我们的世界就毁灭，我就把我们的婚姻炸掉啊。这就是那时候的我。所以我3不5时就提离婚跟分手，因为我觉得你只要不懂我，你就罪该万死。但有一天黄国伦跟我讲，他说你疯了。我说我疯了？你不知道天下人都觉得我特别会讲话，特别理性吗？我疯在哪里？他说你真的疯了。他说你怎么会觉得我要猜你的心我才爱你？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其他这些我对你做的事儿吗？你都没有去关注我吗？他说那我再问你，你懂我吗？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希望我哄你，我抱你，我说点好听的话，但你觉得我抱得下去一只刺猬吗？我突然安静下来，我听懂了。因为我发现我在跟这个懂我的男人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恋爱走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要懂我，但我不用懂他，所以我们之间是没有正常交流的。我们现在结婚8年了，我认为我们越来越懂得对方，
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相爱到相知到相惜，它是一个彼此都要互相用心学习理解对方，找到一个最适合对待对方的方法，才有可能走下去的一条路。如果只是猜心，很快就不准了，而且男人猜不对的几率比猜对的几率要高太多了。所以我只想问，如果你们真的还想在一起的话，你们愿意更多一点的去试着倾听对方的心意，整理归纳一下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稍微学一下表达沟通好吗？能不能把话说明白？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女人，试着去记得她说过哪些喜欢的事儿跟讨厌的事儿。如果你喜欢这个男人，麻烦你试着进入他的生活圈，也跟他的朋友交朋友，也懂一下他吧。如果你们愿意彼此互相了解，才有可能变成有一天的寇乃馨跟黄国伦。好，谢谢分享。现在在网上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男人怎么去追女生的一些所谓的秘籍，这些人有一句由衷的话，我觉得说的还挺对。你以为我们是想学这些计策去追女生吗？其实我们不想的，是女人逼我们这么做的，是女人自己非要做一个观看者，来逼男人做一个表演者。女人这一辈子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看谁表演得更好，来演成女人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样子。你不就是那个观众吗？我不提出演员需要演什么，你就自己在那儿演，看看能不能演成我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个男生他在表演的同时，他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在表演，你觉得他演着演着会不会有一天他不想演了？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不是在表演，他是把所有的表演的技巧痕迹发自于内心想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男人才能够持久的对你好，对吧？否则的话，表演总有一天会谢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要做的就是开诚布公，把什么事儿像摊鸡蛋一样摊在桌面上。有些女人可能会说，什么事情都说得很清楚，约法三章就没意思了，好像彼此之间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花瓶，形成某种默契，那种酣畅淋漓让人更过瘾。但问题是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智商，就索性摊在桌面上说，我想要什么我就直接说出来，哪怕是说的稍微含蓄一点点。当有了这种开诚布公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所谓的懂你不懂你的问题。其实一个男人要懂一个女人，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就像说你身边的女人是你最好搞定的，也是你最不好搞定的。好搞定是因为她喜欢你，所以她会包容你的错误；不好搞定也是因为她喜欢你，所以她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但前提条件是，女人很多情况下要的是被理解，男人要的是被认同。当你不断的去认可他的行为，他才会不断的去揣摩你的心思，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默契，对不对？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听了老师们的意见之后，我知道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我的问题，然后我也想着我们都一起改吧，我也努力改一下自己。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对我？其实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因为你说你不会再留下了，那我就很怕。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我应该要说什么。我希望你会留下，我会陪你一起改。那你真的会跟我一起改吗？你也不要脾气那么大对我。我没有机会能够好好爱你，
谢谢两位，请回吧啊。1年多，谈了。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站在他就忘了这说。所以说这个细节最暴露问题，人家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有没有说谎看一个细节就知道。门完全没转出来，我在那门里站过啊，就转到那个角度的时候是看不见这边人出来的，这小子已经预判预动了。你还说你不懂这女孩？那我就你怎么知道他会出来？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改吗？你怎么知道？我就听到了。对呀，你听到什么了？他说跟我一起改啊。跟你一起改，他也可以发个小脾气就走啊。说明你吃死他了，你觉得他不会走啊？你才敢跟他吵完架之后去喝酒，不老老实实待着，才敢喝酒发酒疯。哎呀，你要不理我，我就跳江，你怎么不跳呢？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啊、哦。这样吗？在爱里等着你，对你来喜有种暖意。啊，亮灯吧，亮灯吧，好好的吧，好好守护这份爱情吧。来，送给你们啊，请回吧。遇上却比日期拉长幸福。